中澳高级别对话第8次会议16号在澳大利亚南部城市阿德莱德举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会上表示，稳定的澳中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澳时隔将近1年再次举行1.5轨对话，对稳定改善两国关系起到怎样的作用？来看报道。中方代表团执行团长、外交学会会长王超在会上代读了中方代表团团长、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兴的开幕致辞稿，表示，过去1年多来，中澳关系重回正轨，并呈现积极发展势头。中澳高级别对话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独特价值。他强调，中方对发展中澳关系的态度是真诚的、积极的。我们希望并相信澳方保持同样的态度和诚意，同中方一道推动中澳关系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澳方代表团团长、前贸易部长埃默森表示，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澳方重视同中方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经常性接触与对话。澳中高级别对话为双方讨论可能的合作领域提供了机会。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则在致辞中称，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不仅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符合澳中两国的利益，也符合更广大地区的利益。黄英贤表示，举办此次对话是迈向稳定澳中关系的重要一步，对话有助于更加理解彼此的观点，并确保双方关系不仅仅被分歧所定义。他强调，澳中两国将根据国家利益展开交流，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有分歧的地方则保持自己的意见。 This is not a reset.All going back to the way the relationship used to be. That we are, as the Chinese idiom goes,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for the stones. 他也提到，在出现争端时，希望能根据规则，通过对话加以解决。他在这个演讲中提到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对当前中澳关系的一个判断。比如现在我们其实在很多领域还存在一些这个问题和矛盾。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就需要我们双边去不断的去探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它也代表了澳大利亚希望去继续发展中澳关系，或者说去探索中澳关系未来这样一种态度。也就是说，它不是站在一种静止的状态，它是希望推进中澳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讲，黄英贤的讲话应该是释放了一个比较建设性的信号。作为中澳之间建立的1.5轨常规对话机制，中澳高级别对话自2014年起每年举行一次。有观察认为，由政府官员和学者、业界代表等民间人士共同参加，以讨论政策为主要目的的1.5轨对话，是反映两国关系的重要风向标。2018年起，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对华采取敌对政策，任期内的一系列行为严重破坏了中澳关系。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莫里森政府用有罪推定的方式带头游说其他国家，发起对中国所谓的病毒溯源调查，令中澳关系跌至建交以来最低位。中澳高级别对话在当年中断，直到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才在2023年恢复举办。双方围绕贸易、投资、民间联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建设性讨论。当时澳外长黄英贤就表示，对话时隔3年重启，代表在加强双边交流和稳定两国关系上又前进了一步。1.5轨对话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自由度相对高一点。也就是说，它在讨论议题的这种范围和内容上是相对比较广泛的。那第二个呢，是参与人员的背景，比如说它多数会是一些有着政府背景的官员或者是一些有影响力的这个学者，所以它具有一些政策影响力面对当前中澳关系发展的一个现状，我们希望继续探索一些新的合作方向。甚至是比如说在地区安全上，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些认知的温差的。那么在这些议题上，其实1.5轨对话，他们都能够可能在一些角度、视角或者领域，提供一些新的方案。外界注意到，自从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开始趋于务实理性，中澳两国关系止跌企稳，经贸关系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去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并参加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那也是2016年以来澳总理首次访华。中澳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8%，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李强总理和王毅外长相继访澳，中国也陆续取消了对自澳进口的葡萄酒、大麦、牛肉等的禁令。
数据显示，禁令取消仅1个月后，今年4月澳对华出口葡萄酒总额便激增至10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80倍。澳大利亚也成为中国市场的第3大葡萄酒供应国。此外，占据中澳贸易大头的铁矿石，去年澳对华出口7.6亿吨，占其全年出口总量的约85%，同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0%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澳政府应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他们看到了加强澳中经贸关系给澳民众企业带来的益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继续推进印太战略仍是影响中澳关系的一个因素。美方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军事部署，主张澳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为的就是让澳大利亚成为其对华遏制战略中的重要一极。本月6号，美澳两国举行2+2会谈，两国外长、防长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国联盟，以及在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并称双方在军力态势、国防工业基础整合以及提升先进能力等方面的合作已取得历史性进展。本月12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称，已与美国、英国签署核动力潜艇合作协议，允许3国交换核材料及核信息。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16号在悉尼表示，美英澳奥库斯协议得到了美国两党的广泛支持。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该协议将维持不变。澳方可以相信美国不会背弃承诺。为支持美军在澳北部的活动，美澳近年来更是连续拨款，在达尔文基地建造战略军事燃料储备设施，扩建港口、机场和维护设施。两国还计划在2025年将丁达尔空军基地建设成为高端训练场，制成大型联合演训活动。很显然，美国现在在预设一种所谓的实战场景，也就是说，涉及到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已经不仅仅是美方在进行这种军事安全方面的这种合作，加强盟友关系，而是预设未来在亚太地区出现冲突战事的这种情景之下，美方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军队如何来进行配合应对的问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动向的背后有连带的地区冲突的这种隐藏的逻辑，同时呢，这个动作本身也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多的负面的影响，造成巨大的风险。今年11月，美国即将迎来总统换届，明年上半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将迎来大选。换届选举会给美澳国内政局以及中澳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备受外界关注。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见面时特别强调，中澳关系既然已经回到正轨，明确了前进方向，双方就应坚定向前走，不犹豫、不彷徨、不开倒车。中国社科院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南太平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秦生认为，通过双方共同努力，目前中澳两国政治互信已经得到提升。打破互信很容易，但建立互信需要长时间积累。为保持目前良性互动、企稳向好的局面，双方需要管控分歧，寻求最大公约数。我想不管是工党继续执政，还是说其他的政党上台，我觉得作为一个常识，他们都应该去回顾一下，那么这些年中澳关系在变差的时候和变好的时候，那么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经贸恢复正常了，那么对澳大利亚的人民也好，这个企业也好，产业也好，那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而且呢，就是说在政治互信加强的背景下，那么双方无论是在这个地区局势还有这个国际热点问题上，其实我们都有更多的合作的空间。